两者之间要有一种平衡跟不断的调整。这个尤其是在母亲特别需要这种样的能力，因为在一个社会里面，多半还是母亲特别会照顾跟留意到孩子的这种样子的一些细节和变化。我觉得家长要做一个观察者，因为是一个家长最主要自己有这个觉知的能力，因为你有这个觉知的能力的时候，你随时可以调整你自己的孩子。我们认为定制的、精致的，这是各种各样的学习吧。可是对孩子来说，那是一种压力，在父母的一种理想，父母的一种目标吧，甚至自己没有实现的压在孩子的头上，结果就孩子变成你的制造的工具一样，就定制好的，一直这样子往下。但发展的时候，小孩可能他的心已经受伤了，他对人生的热情已经没有了。这样之后，即便就将来压出来的孩子，他一定也不一定快乐，甚至不一定听你的话。他实现了你的目标，但是未来各种多变的时候，你的孩子能应付得了吗？让孩子他对上学有一种欢喜心，我觉得很重要。像我的孩子乐乐，他基本上是自学，也就是说，他可以不去上学，但是有几个科目，像是后来我们发现数学学校教得很好，然后国文学校教得也很好，所以学校只要有国文跟数学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他送去上课。其他的时候，其实他就大部分都在家里学习，我们会帮他安排英文课、藏文课，还有一些钢琴课。一些体育的运动的一些课程，然后他每次上学他都很开心，一早起来就会催我，把我叫起来，赶快送他去上学，所以他是很喜欢上学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小的时候不要让孩子产生一个上学是个很烦很苦的一个感觉，这一点尤其是妈妈要开始留意，孩子会回来跟你讲他学校的情形啊什么，一定要让孩子喜欢上学。如果孩子不喜欢上学了，你以后再带他教他就会很辛苦。作为家长，你要发现自己的孩子的特质。我觉得最危险的就是说家长的心不定，你对心不定以后，你看到外面的家长，哎呀，那家的小孩正在上这个学，上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哇，他的家的小孩已经很强了，学会这个那个了，他马上就紧张了，充满了焦虑和压力，来开始给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这个就是你的孩子就很遭殃。这种压力其实是你把自己的竞争和自己的恐惧增加在自己孩子的身上，这个是我觉得不应该的，应该要培养他。爱学习的心，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如果你太早去填压他、逼他的时候，抹杀他的灵性的时候，他有时候他自己就不喜欢看了。所以一定要引导、带领他看。那央金老师其实花了蛮多功夫，最开始就是陪他读书，开始从画册到读书的时候，一本一本带着他念，带着他看。然后开始乐乐也不愿意读文字很多的书。央金真的是花时间，每天就陪他读，你一个一个字带着他读，逗着他读，到后来央金读一点，他读一点，就这样一直带着他，慢慢他开始读，喜欢看文字了。要这样子至少带读了将近1-2年，他开始就喜欢了，喜欢了以后就变得很简单了。像他到现在连金庸的武侠小说，基本上《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这些他自己全都看了，他就看书，他就变成是一个自己很欢喜的事情。所以重点他倒不是精英教育或者是放养教育，而是你要让他喜欢学习，然后觉得学习很好玩，然后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我觉得这是对于帮助一个孩子能够适应未来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只是一个标准的什么叫精英教育或者放养教育这种框框这么简单。